好，各位晚上好，我是董爱买这一视频来聊一聊小鹏的1024啊，1024呢是一组对程序员很重要的数字啊，它是2的14方，也是1GB，谐音呢就是1级棒。在互联网论坛的时代呢，它也是代表着和谐的一组数字。那从2019年10月24号开始呢，小鹏汽车每年在这个日子都会发布一点自己科技的最新成果。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们的全场景语音功能所谓技惊四座 ，NGP 呢也第一次在高速公路上跑了起来。SR 这样的交互方式呢，让人觉得很绚丽。这种展示方式呢，今天你看可能很多车企都在使用，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当年，就是小鹏第一个弄起来的，就是显得如此的先进啊。2021年呢，小鹏把这一天从智能日改成了科技日，显然就是因为这个一天所赋予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了。他们在2021年展示了480千瓦的 4C 补能，展示了带有储能的充电桩，那还展示了自己的智能机器人小白龙，还展示了一体式的飞行汽车。那当然了，不变的呢还有小鹏在智能驾驶方面的一些布局。那2022年呢，随着小鹏 G9 的上市 ，NGP 呢开始逐渐升级为 XNGP， 全新一代感知架构呢 XNet 也随之公布了。深度视觉神经网络将多个摄像头所采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多帧时序前融合，输出了 BEV 视角，就是鸟瞰图视角下的动态目标的4D 信息，以及静态目标的3D 信息。那2023年呢，随着小鹏 G6 上市并且热销，加上这个时间点也终于到了，没有高等级智能驾驶的车，尤其是没有高等级智能驾驶的电动车越来越难卖了。买一台有高阶智能驾驶的车，成为新一代领先消费人群的认知啊。小鹏在智能驾驶方面这些年的坚定投入带来的一些优势也越来越明显了。如果说在2022年的时候告诉你一台车可以在城市里跑起来，你会觉得很惊喜啊。那如果你看到美国 FSD 在洛杉矶的街头去穿梭，你会觉得自动驾驶还得看特斯拉呀。但是到了2023年，我觉得这样的感受你应该就不会有了吧？在我国做好智能驾驶的难度要比在美国大得多了。我们有更为密集的人流和车辆，我们的交通参与者里头，车、人、非机动车都会呈现出更多的非规则行驶，道路的一些规划，地面的一些划线，临时的一些维修，甚至还有送外卖电瓶车的穿梭，路边不规则随时的停车，三轮车、异行车各种规范与不规范的变道和施工，以小时为更替的潮汐车道，这些都会让智能驾驶变得无比的复杂。我呢其实不太喜欢小鹏用终极架构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就像是不会再改的样子了。不过呢，小鹏在自己的页面上就是这么说的。XNGP Plus 架构呢，在感知层面从原来的 XNet 往上抬了一层啊，称之为 X-Brain。那下面呢，跟 XNet 是一种包含吸收的关系。XNet 呢也顺理成章来到了 2.0 啊，它的优势呢就是感知范围，小鹏说增加了200%，能感知的类别增加了11种，时空理解能力也大幅度增强了。这个其实挺重要的。简单来说呢，就是有些车道在某些时间点是可以使用的，某些时段呢是不能用的。有的车道呢，甚至在红灯的时候呢，直行车辆都可以往前开，叫做直行等待区。那潮汐车道什么的就更加不必多说了。这个能不能走，其实呢是需要车对语言、对中文的文字语言有一定的理解能力，然后在时间上也要有一些理解能力。它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单一概念，它是一个时空穿梭的概念了。除了感知层面的进步之外呢，在规控层面呢 ，Xplaner 那基于神经网络的规控啊，传感器输入，不管是动态还是静态的数据，经过 XNet 的感知，辅以导航地图给的一些信息，有一部分呢是规则控制的，有一部分呢就是要靠 Xplaner 进行推理和规划。这不是一个写死的逻辑可以做的事儿啊，跟人的博弈也更是如此。那说到这里呢，小鹏1024在智能驾驶上让我印象深刻的知识点好像就没了。那说实话呢，我感觉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短了。不过呢，小鹏的目标倒是很明确啊，它会用轻地图的策略，逐渐的去连接全部的场景。这个怎么理解啊？所谓的轻地图，大家都知道高精地图呢是有好处的，但是高精地图呢有自己的缺陷，比如高精地图的成本比较高，比如高精地图的图鲜度就维护的程度不够。它的刷新，城市的刷新可能是以小时变化，但是高精地图的采集可能是以月为周期的。所以呢，现阶段不太可能完全做到无图，但是大家愿意尽量在一定程度上，如果可以降低高精地图使用的话，大家是愿意去降低的。有图的体验当前阶段比无图好的时候呢，就用着；那无图的时候呢，就用自己的纯感知、纯视觉感知。两者的界限呢，在用户层面要逐渐的把它模糊掉。那逐渐呢，就是让这两个东西没有区别，在用户端大家感知不到，你不用去在乎这里到底是有图还是无图，你就只管开就好了。那至于说全场景的就更复杂了，比如说像停车场呀。
那个来回会有一些闸机，对吧？小区呢也会有闸机，是吧？收费站你还要分道，对吧？不同的道你都要去选择走，然后你有没有 ETC 可能也不一样。但是点对点的行驶呢，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车去处理的。到具体的可用性方面呢，我觉得小鹏这一次呢还是以城市为维度去发布的，还是略微有一点点失望的。我期待的呢还是就是全中国立刻可用、立刻可开吧。那具体的城市呢，就看这一张图呗。我个人呢，其实不是很喜欢像江家港啊、昆山这样的城市单独去计算一个城市的数字，你不如统一说一个苏州，哈哈。不过呢，这也无所谓了，反正能用上，比说这些多少个城市，我觉得更加重要。那小鹏呢，还有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2024年的 XNGP 的主要城市要实现路网全覆盖。到2024年底的时候呢，NGP 要开始覆盖欧洲。那明年的事情差不多，明年的这个时候就能见分晓了吧。然后呢，他们还发了新的座舱系统，叫天机。那随之也说要使用骁龙最新的8295系统了。天机这个名字好像跟一个手机厂稍微有一点点重名了，但问题不大。那反正呢，座舱都会说的嘛，就启动速度提升啊，响应速度提升啊，跟手速度提升啊，流畅度啥的提升。反正我对小鹏的这个车机一直对于流畅度什么的我没有什么抱怨啊，主要问题呢还是一个是审美，还有一个呢就是菜单里面各种功能的逻辑。那我期待天玑这一套交互，那么它做得更加好吧。降本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何小鹏在发布会上提的这个次数越来越像马斯克了。就2020年的时候呢，我记得宁德时代的曾毓群同学曾经就说过，马斯克呢天天将成本问题挂在嘴边，这当然是一个正面的评价啊。那 X1A 什么降本40%啊，下一代电机碳化硅用料减少20%啊，你知道碳化硅这个玩意儿是很贵的，如果能减少，然后呢电机的性能没有损失，然后同时电机还能省点电呢，这不就是技术提升所带来的红利嘛？那当然是一件好事了。包括呢下一代基于使用 CIB 加中底板一体压铸，用16000吨级这样庞然大物的压铸机了。那何小鹏也迷恋上了这个一体压铸，对吧？16000吨真的挺大的。之前12000对吧，就觉得已经很不错，现在16000又出来了。如果能平衡维修跟整个制造的成本，那这个一体压铸就是越大越好，赶紧上呗。反正我每次看1024发布会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小鹏更加爱飞机的感觉啊。那小鹏汇天已经成立了10年了，探索了很多个版本了。何小鹏这次呢也对这些产品来了个总结。你还记得2021年那台一体式的飞行汽车吗？小鹏已经否决了这个设计啊，螺旋桨太低了不安全。光这一条其实就足够否决了。新的设计呢是分体式的飞行汽车，6×6的车是增程式的。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小鹏招聘增程工程师了吧？是要来造飞机的汽车用的，是吧？然后越野能力呢，6×6啊，肯定很出众，对不对？里面呢会装有一台6个螺旋桨的飞机。何小鹏同学着重强调了这个安全问题啊，说汇天呢测试了这个50米的降落伞，然后这个开伞啊，包括落地速度好像是5米/秒的速度吧，都很合适。这个呢可以稍微多说几句啊，因为我也玩模拟飞行嘛，就是飞机的整机降落伞是有的，尤其是在一些小飞机上，比如我之前拍的那个 CTLS 就有整机降落伞。那长期以来呢，降落伞那套系统呢有2个品牌，有一个叫 BRS， 对吧？小鹏如果自己独立的搞出了另一套系统，那就非常的厉害了。虽然适航证那儿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是这就是一种突破呀，在飞机方面，不管是供应还是材料还是安规上，都进行了一些突破吧。我其实对这个事儿我是持有乐观态度的。那机器人，然后这一次展示了一个人形机器人，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感到很高兴，因为这里面发了一个官方的 demo 视频，这里面有脚踢，就一脚踢上那个机器人，然后机器人重新获得平衡，这个很像很多年前我看那个波士顿动力啊。对吧？他们也有一个类似的视频，就当时看得我心潮澎湃。这么多年过去了，波士顿动力这家公司也几经易主，机器人这个公司这个行业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看波士顿动力这么多年其实挺坎坷的，好像软银好像又要把它卖了吧？我没有仔细的了解过。对，小鹏还展示了它的机器人骑平衡车，这个呢其实蛮有意思的，而且呢还展示了机器人的这个灵活手，他把笔给抓起来了，我以为他要握笔写字的，吓我一跳。那还好，因为他只是把笔抓起来了，我感到惊讶，但是也没那么惊讶了。反正呢，我不是很熟悉这个行业，但是他展示出来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样子的。不过呢，我个人其实也是一直有一些疑问的，就是如果真的需要做帮助人类的机器人，它是否一定是要一个人形的形态嘛？毕竟如果我们追求扫地，你的扫地机不必要长成一个人的样子嘛，是不是？如果我们要搬货可能一条狗，一条机器驴子搬起来可能更容易。
anyway，反正何小鹏同学在机器人这块一直努力的探索，然后每年呢还能说一说这些进度，还能展示啊，时不时拿出来一些让人惊讶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玩的。小鹏同学呢在造车的这一众车企里面，确实也跟别人搞得很不一样啊。有的公司呢会投资很多的产业链，这个比较好理解，对吧？但何小鹏同学投资的呢，往往都是一些深水区啊，就是少有人走的路。那我很期待他终有所得。啊哈，关于 MPV 这个事儿，好几位同学问我呢不是 MPV 的目标人群，我就不班门弄斧了。反正外观什么的你自己看，标配呢后轮转向，这个我觉得是挺好的。5.3米的车了，超过5米的车，我个人一直觉得都应该有后轮转向啊。而且呢，小鹏的 MPV 可以选配20英寸的轮毂，那虽然轮胎235毫米略微窄了一点，但是视觉效果上20英寸就是比那一些一众 MPV 什么用17、18寸的轮子看起来就要好看一点吧。每年呢，你参加1024的时候，你都能感受到小鹏这家企业的一些欣喜的变化。就像今年一下飞机就有 AR 代驾来接驳酒店了，这个安排其实很棒的。那我现在呢不是小鹏汽车车主，所以我很难一直开着小鹏。那这一次的体验呢，比我几个月之前的体验又感觉进步很大。我感觉它的规控做得更好了。典型的场景呢，就是在城市里面去掉头的时候，它的方向盘很丝滑，不再是那种一抽一抽的那种扯着走的感觉了。然后呢，在有一个情景下，就是多条车道跨车道连续变线。然后超车避让什么的做的也很流畅，这就是消费者可以感知到的提升，我觉得做的真的挺不错的。然后呢，每年1024都汇报也是有好处的。今年呢，有一些企业开始出现了一些浑水摸鱼啊，发布会说一套，做起来又是一套。发布会甚至官方的视频里面还压着黄线开车，对吧？还美其名曰这个地方就是这么开车的，你说出来你自己好意思吗？对吧？那上海车展呢说了什么第3季度做到什么什么云，现在第4季度马上都要过去了，也没下文了。反正就一件事吧，要记住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所有的领先都不会是一日之功，都不会是打嘴炮的。就在我准备这些文稿的时候，小鹏的 P7i 在欧洲 Euro NCAP 也撞了一个5星的评价，2023年规程下面得到的一个成绩，这个成绩之前我说过非常的难。2023年对整个车企的难度是增加了，对 AEB 有什么车对摩托车之类的各种各样的测试也变得复杂了。但总之呢，小鹏虽然在 AEB 上有丢分，但是拿到了5星，5星我就为他感到高兴。这是又一家国产车企在 Euro NCAP 上拿到了5星，非常棒。对我来说呢，小鹏这家公司我也是很喜欢的，他的老板呢一直透露出的是一种真实跟诚恳的感觉。虽然他不像一些老板一样能跟用户玩在一起，但是你能感觉到他是认真的，他是不想走捷径的，把这些事情给做好的。1024呢，就像何小鹏同学给小鹏车主们的情书啊，1年1封，浓情蜜意。饼呢确实是有的，但是事情呢确实也给做了。那我觉得呢，小鹏要稍微再努力一点点啊，对设计稍微提出一点更高的要求吧，它会卖得更好。就我至今非常困惑啊，一个能把 P7 这么好看的车设计出来的企业，后面的车应该一台比一台更好看嘛，是不是？何小鹏同学抓紧时间把设计方面再加把劲儿，对吧？那好了，我不能再说了，再多说的话，这个小鹏汽车的法务部门也要关注我了。总之呢，这就是1024懂外买的一个总结性的视频啊，希望你能喜欢。希望10年、20年之后回过头来看看今天啊，我们做的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好了，这是本期懂外买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说订阅懂外买，在头条、B 站、微博、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